乐子是小，情还是大，各位老铁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这期毛儿台棋。临近春节这个贺岁档啊，好像《封神》第2部就要上映了啊。最近也是接触了好多和《封神》有点关联的一系列产品啊。上一期雷震子，这一期呢继续跟大家分享这款由 A-Toys 出品的哪吒。先看外包啊，这个表面锋绘我很喜欢啊，带有一个挺明显的那种古风啊，黑底白色的线稿线图，这侧边也有暗黑神话，然后这写了个1啊，应该是系列的第1款。磁吸结构啊，拿开之后和现在很多主流产品一样，可以作为一个屏风。展开的话，里面有一个像是龟背啊、龟甲甲骨文的那个效果的啊。这边还有一个漫画啊，叫《哪吒复苏篇》啊。它这个故事背景其实虽然是哪吒啊，但是是一个未来背景，可能是或者架空的一个啊赛博的那种赛博哪吒。不知道大家看不看过小人书啊？这个有点像画那个。对。然后产品的说明书，这说明书还挺利落的。拿出主体，首先上半身啊，这个外甲部分是全金属材质，后方呢有3头6臂的这样一个复杂结构啊，所以说站立性上重心还是偏高，自主站立的时候还是要加小心。整个形象上呢，就是很纤细纤瘦这种啊，这个哪吒就不是一个偶人啊，而是一个青铜人，披着人皮的一个青铜人吧，大概这样一个设计。能看到啊，它是想呈现一个有点像终结者那种感觉吧，就是外表皮肤剥落，内部裸露出来一个青铜的类似于机械的结构。为了按照设定中青铜身躯的一个造型呢，素体也是特制的啊。比如说它这个手臂呀、小臂处明显的一个类似于破口伤痕的效果，里面再展现出青铜的一个质感。个人觉得这个核膜线以及涂装上还是有一定进步的空间。像这个边缘处呢，如果再进行一些打磨，可以换取一个更好的观感。上身的外甲全金属的材质，服装上呢也有一定做旧的感觉，延伸上去有一段这个混天绫啊，这个可以抽拉一下，调整一下长短。我是觉得把它都拉到上面，在这个头后面弄成一个环儿，还更有仙气一些。如果说这个部分在下端再做一些延长，可以缠绕在2臂处这里，遮挡一下这个外露的关节的话，应该会有更好的效果。翻过来的话是这个产品的一个设计亮点，用了一个3头6臂，结合着很显眼的3星堆文化或者古蜀的那个文化啊，能看到上面这2颗头，蚕丛及鱼凫，开国何茫然，3星堆的这个头本身呢也自带一定的可动结构，下面4个手臂也有一定的可动，当然手的部分就是完全塑料，不过表面呢也做出了一个金属旧化那种涂装。正前方下端呢，就是布艺的裤裙吧，或者说一个袍子的形象，边缘处是有一定的做旧的质感。对比之前的样板的话，大货应该还是做了一个收紧的改进啊，目前看着还是比较贴合。边缘处的铁丝呢，也可以自己动手去凹一定的造型。这个袍子下方呢，其实是一个短裤啊，如果说你撩起一点的话，可以露出半截白皙的大腿。头雕部分一个冲天的发型，和我印象中稚嫩或者胖乎乎的感觉不同啊。当然了，这颗头雕的话也是有一个破损的造型在啊，就是它下巴这2侧啊，可以看到裸露出一定的青铜结构。嘴角处啊，这好像是有一个纯钉的造型吧啊，这2个小钉打到这里，还带一点野性啊。耳朵上面有一个镂空的耳环刻画，通红的眼眸。发型这个发丝上，如果精度再能提升一些，我觉得会更配得上这个整体飘逸的一个感觉。设计上还是想呈现一个飘逸灵动的效果的。头部呢是一个1分为2的设计啊，前方面雕通过一个磁吸进行连接，
直接拔一下就可以拿出来去调节它的这个可动眼，也可以通过磁吸替换一个没有战损的这个面雕啊，两个造型都是一样的，区别呢就在于下巴两侧有没有裸露出内部的结构。然后配件上，首先一个金色的面具啊，两侧也有一个喷火的特效键啊，这个火焰的造型精度还是不错，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取下啊。然后在佩戴时候是一个磁吸的结构，可以直接吸附上去。个人建议啊，在内部可以放一点东西遮挡一下啊，因为里面这个漆还是容易蹭到鼻尖上。武器部分，标志性的火尖枪啊，也经过了一个朋克化的或者科技感的处理。前端呢分了4段，对应这个尾端也有4个展开的结构。枪体表面覆盖的有点像一个融化的一个龙的造型啊，当然这部分还是有点肉啊，我觉得可以改进。尾端呢，这里有一个连接的特效键，喷射状的这个火焰。然后是乾坤圈，边缘和内部呢做了一个颜色上的区分啊，有点像那种环刃的造型结构，有一个明显的柄部。然后是2枚风火轮啊，整个造型呢并不和常规那个风火轮一样啊，是在内部加了一个踏板，自带装位，可以和脚底直接连接。然后在这个轮的外部啊，能看到一些孔洞，这是用来连接附带的火焰特效键。另有3把这个斩妖剑和砍妖刀，剑的话更像是同一把剑的不同模式啊，给我的这样一个感觉。它有一个好处就是3头6臂嘛啊，你武器再多，其实它得有足够的手去握持。另有一个小型的像是降魔杵的配件，全金属的材质，能看到这个精细程度还不错啊。这边有一个人脸，除去正常握持以外，这个也可以直接搭载在后背的卡槽中。然后还有一个大哥大的配件啊，可以看到它这个设计啊，还是带了不同的这个年代感啊。下端有一个最早期那种轮盘的一个结构，当然了，上方好像还有个触屏，能看到里面有一个指纹解锁啊，以及电话接听的标识。来电的人是杨戬。可以和专门带有磁铁的手型进行搭配。带有磁吸的这个肉手呢，也分为了左右2只啊，你可以自己搭配。额外呢，还有5只不同造型的，整个这个手型还是偏纤细的那种啊。除去肉手以外，还有8枚后背青铜手的造型啊。这个手部关节的话，就更侧重一个机械化的感觉，以及在手背上有一些类似于黄金的，或者说这个3星堆标识的效果。立台部分用了一个大莲花的造型啊，这个设计还是挺有意思的。中心部分全金属的啊，摸上去还是冰冰凉凉，有模仿莲藕的那个孔洞啊。如果说你有一些球状的饰品，我觉得可以放到上面做一个搭配。边缘处另有一圈火焰的特效，底部安上2枚7号电池，打开开关可以实现一个点亮的效果。另外还有4枚像这个荷花啊以及莲藕的配件，内部也嵌有一节铁丝，可以凹出一些拐弯的弯转的造型啊，直接插在这个火焰的特效上。搭配的蛇形软管支架也和本体啊以及武器的配色一致，用了一个暗金色连接在上面，尽量的减少穿帮。年前一个简单的拆箱体验啊，时间有限，还是没有太多深入的把玩。整个产品的设计上呢，就是结合着青铜以及3星堆文化，加上哪吒这个神话人物的题材进行结合，会让我联想到以前我比较小时候玩那种轩辕剑呐，那个苍之涛啊、天之痕里面会出现的一些青铜人呐、青铜朋克吧，姑且叫做。造型上和传统的哪吒那是绝对很不相同的，也符合它一个叫做暗黑神话的这样一个设计。然后玩具整体的这个配件配置上还是比较丰富的，也进行了一个朋克化或者赛博化的一个改进啊，包括这个风火轮呐、火尖枪啊，搭配火焰的特效键。立台上是让我比较惊喜的啊，立起来这几个莲藕啊、荷花的搭配
很有趣。结合着中心这一圈火焰啊，以前玩过一个赛博那个佛，有点那个意味啊。那个呀，对，很久以前了，质感上还不错啊。但是这个花朵、花瓣边缘的干扫效果呢，有点相对刻意了一些。内置电池仓的这个想法是我喜欢的，有空间还是加电池更好。但是作为一个新品牌啊，在玩具本身的一些像涂装啊、精度啊，比如说细节的打磨上，想表达的东西很多啊，但是在最终呈现上还是有进步和提升的一个空间。像这个握持的手型啊，其实做了一个密封的结构哦，但是可能考虑到拿取这个武器嘛，又做了一个切割，可能这一部分还是有更好的一个呈现的方式。其实像素体部分啊，毕竟已经是一个外露的结构了啊，关节没有做隐藏，我觉得其实可以换取一个更大的可动空间。目前这个可动就是偏适中那种啊，球关呐、连接结构啊都是偏小一点，这个在玩的时候插拔的时候要注意，可以用这个吹风机什么感化一下啊，再拔，不要产生不必要的损坏。然后呢，这一期呢先分享到这里了，喜欢朋友们记得一键3连，我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